楚风主动要求修复黑色城墙，也是想通过真龙大人留下的破绽而改造阵法。如今黑色城墙修复完成，而楚风想做的事情也已经做到，只要楚风一个法诀，那阵法的破绽便会放大，楚风可以不用通过远古战族，直接从黑色城墙出去。这当然不是为了放老猫和真龙大人进来，而是楚风为自己留个后手。如今远古战族族长可以通过其先祖留下的血脉阵法获得2品天神的修为，但谁能确定这是不是他的极限？倘若这不是他的极限，此人又居心叵测，那楚风也必须有一条退路才行。楚风小友，你这结界血脉好是强悍啊！此刻远古战族族长看着楚风，满眼激动，甚至双眼放光。楚风本以为他之所以如此激动，只是因为楚风帮他修复了黑色城墙。楚风还有些过意不去，毕竟楚风只是借着帮其修复黑色城墙，实则是扩大那破绽。然而直到远古战族族长再度开口，楚风才发现对方的激动另有原因。楚风小友，那猫妖的能力确实是有些恐怖，换作以往，莫说黑色城墙，那青铜城墙他都攻不进来。可随着时间流逝，先祖留下的守护阵法之力量也在逐年减退，如今确实大不如前。下一次那猫妖再来，不知这道城墙能否抵挡得住。话到此处，远古战族族长拿出大袖一挥，竟是无数碎裂的牌子，那是生命牌。楚风能够看出这些生命牌碎裂的时间很近，猫妖攻破青铜城墙，没来得及撤退的族人都遭遇了不测。这猫妖十分凶狠，当年之仇他必然牢记于心。若是黑色城墙再失守的话，远古战族族长话未说完，便叹息一声，而远古战族众人皆是面露愁容。他们都清楚，若是猫妖攻破这道黑色城墙，那远古战族将面临灭顶之灾。关于这猫妖，其实我族也有应对之法。我族当年能够制服猫妖，就是因为寻得了猫妖的弱点，只要依照猫妖的弱点，便能够打造出收服猫妖的宝物。只是今时不同往日，我族被困于此地，没有办法去找戒灵大师帮忙。如今到了最后一步，却是迟迟没有完成那件宝物。而完成这一步，要么是极高的结界修为，要么是极强的血脉之力。楚风小有血脉之力非同一般，不知可否帮助我族完成这宝物？远古战族族长说出了自己的要求。这种事晚辈没有把握，但愿意一试。楚风爽快应下。见状，远古战族族长大喜，旋即便带着楚风、小鱼儿3人以及在场的远古战族众强者，来到了一座禁地之中。禁地内蕴藏着强大的阵法之力，以及诸多非同一般的材料。如今阵法之力已与那些材料相融，只差最后一步便能彻底完成。看到那阵法，楚风便意识到远古战族族长没有说谎，那阵法内蕴藏着与老猫相同的气息。这阵法若是完成，所凝聚而成的宝物的确能够克制老猫，足以将老猫杀死。唰！就在此时，远古战族族长将其腰间的乾坤袋取下，随之大袖一挥，无数光芒四散而下，那是诸多宝物，有的神兵，有的是珍奇的材料，还有一个个宝箱，里面都是难得一见的宝物。就连小鱼儿和仙海少羽这种见多识广的世家小辈也是看得起劲。而楚风的目光在扫视一拳之后，则是落在了一物之上，那是一块黑色的铁，很小，只有1尺长，周围也不规则，更像是什么器物上掉下来的碎片。而它则被摆放在一个极其精致的金色箱子内，只看箱子也知道此物价值非同一般。楚风小友，这些乃是我远古战族的镇族之宝，你若是能够帮助我族灭了猫妖，这些宝物你随便挑。远古战族族长说道。前辈，那是什么？楚风也不客气，直接指向了那块黑铁。楚风小友真是好眼力啊！远古战族族长先是夸赞一声，这才开口：此物乃太古之物，具体什么名字并不知道，但此铁坚固无比。据我族史料记载，我族先祖曾找到当时最强大的戒灵师，想运用此铁打造一件神兵，但哪怕那位戒灵大师用尽手段，却都无法将此铁融化。虽然我族无法发挥它的作用，但此铁之坚固，便说明它的价值，乃是我族镇族至宝之首。远古战族族长的这番讲述，让楚风更加心动。这也是楚风看到那么多宝物之后，却第一眼看中了此物的原因。楚风正需要一个无比坚固之物，此物也许能够达到楚风的要求。楚风小友，你若对此物有兴趣，那便将它送给你。另外，只要你能够帮我们完成那克制猫妖的宝物，帮我们灭了那猫妖，我愿将我远古战族如今传承下来的最强的9大远古秘技送给楚风小友3个。楚风小友任选其3。话到此处，远古战族族长大袖一挥，便有9把兵刃凭空出现。虽是传承秘技，可每一个的威势都极其利奥德，远非先前战茉莉的传承秘技可比，是另外一个层次的秘技。这9个秘技若是能够掌握得好，也许会有意外之喜。族长大人，只是这一刻，远古战族的众位族人却是面露难色。这可是他远古战族如今剩下的最强的9个秘技，这可以说是他远古战族的图腾。
若真是给了楚风3个，那便等于他远古战族的图腾不完整了。如今乃我族生死存亡之际，楚风小友若能完成此物，乃是我族的救命恩人，还有什么是舍不得的？可远古战族族长却态度坚决，并且他的话语也很有道理。远古战族众人便也不再发声，反而是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楚风身上。好，那晚辈就斗胆试试。楚风说话间便开始催动结界之力，融入那阵法之中。很快楚风发现自己的血脉之力的确能够完成此物，只不过若只是这样完成此物，却非楚风所想。毕竟楚风现在也无法确定到底是远古战族族长说的对，还是老猫说的对。前辈能否帮帮晚辈？晚辈想彻底掌握这件宝物的使用权。楚风这句话是对界善仙说的。你这小子倒是挺滑头。界善仙的语气有些意外，他本以为楚风是真心实意帮远古战族，却不曾想留了这么一个心眼。于是他爽快地说道，这个忙对我们有利，我就帮你这一次。以界善仙的能力，楚风再加以配合，在这些不擅长结界之术的人面前，他们完全可以做到不被人察觉便改变那阵法结构。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楚风所料，过程极其顺利。尽管远古战族的人始终在一旁观望，可他们根本不知道，当那青铜铜鼎自阵法脱离而出时，收拾老猫这件事便已经不是他们说的算的了。楚风小友，这是成了吗？远古战族族长看着那青铜鼎，双眼都在放光。身为此地族长，他自然知道此宝已成，应该是成了。族长大人试试看。楚风随手一挥，只有1米高的青铜鼎便落在了远古战族族长面前。远古战族族长也不怠慢，催动法诀，便想尝试施展此鼎威力。伴随他的血脉之力融入青铜鼎中，原本普通的青铜鼎身开始散发光芒，一股无形的强大气息也是自鼎内散发而出。不过人们并不恐惧，那气息虽然强大无比，可对他们不会造成任何伤害。那鼎内是针对老猫的力量。成了，真的成了，我族有望，我族有望了。那猫妖敢再来，就让他有来无回。远古战族众族人激动万分，可远古战族族长却是眉头紧皱，越皱越深。楚风小友好像没成。远古战族族长对楚风说道，没成，能否让晚辈试试？楚风问。好，你来试试。远古战族族长显然他更加珍惜这青铜鼎，他没有像楚风那样所以的移动青铜鼎，而是将青铜鼎小心翼翼地端到了楚风近前。楚风也不怠慢，立刻捏动法诀，将自己的血脉之力融入其中。那青铜鼎光芒大盛，将这境地都化作刺眼之地。所有人目瞪口呆，这与先前远古战族族长来催动简直高下立判。因为不仅光芒更刺眼，那青铜鼎的符咒漂浮而出，围绕着青铜快速旋转，旋转间本1米高的青铜鼎化作高达100米的巨鼎，磅礴的吸力也随之释放而出。一时间，那青铜鼎仿佛吞天之物，飞沙走石。在场除了修武者以及修武者们有心护住的宝物，所有物体都被卷入其中。然而这还不是青铜鼎真正的威力。很快青铜鼎光芒消散，围绕着青铜鼎的光芒符咒也进入青铜鼎之内。可青铜鼎身并未缩小，反而在发出嗡嗡之音之际变得越来越大，最终射出一道布满符咒的青色光束。那道光束的威势极其恐怖，堪比天才突破之际引来的异象之威。好在那光束对在场之人没有造成任何伤害，就连境地也没有造成伤害。可远古战族众人的脸上则再度被狂喜覆盖。成了，真的成了，他们都确定此物真的成了。那光束就是针对老猫的力量，而楚风也是法诀变化，使得青铜鼎化作原来大小。族长大人再试试。楚风此话刚说出，淡淡的声音便在楚风响起。哈哈，楚风你怎么这么坏啊？你直接告诉那老头，这鼎只有你能用就得了呗，怎么还让这老头一次次的希望落空呢？我的女王大人，肯定是他自己发现比较好，况且就算我直接说了，他也不会信，总归还是要试的。楚风回道。不出楚风所料，尽管远古战族族长这次释放的血脉之力是先前的数倍，甚至动用了阵法之力，将其修为提升到2品天神境，可是依旧没用。楚风小友，看来是你的血脉之力太强，改变了这宝物的根本，如今这宝物只能由你来催动了。远古战族族长对楚风说道。只能我来催动吗？但融合阵法的时候没有发现这种变化。楚风装傻，但却装得很真，且非常的无辜。其实也没什么难以理解的，最后一步本就需要强大的血脉，否则任何手段都没用，血脉既是关键，有这种变化反而正常。只是就要麻烦楚风小友了，带的那猫妖来犯，便只能否由你催动这宝物来灭杀那猫妖。远古战族族长说道。可楚风却眉头皱起，还真是有些为难。远古战族族长脸色巨变，还以为楚风不愿意帮忙，于是赶忙说道，楚风小友，之前许诺你的依然算数，此地的宝物你随便再挑几件。可楚风却摇了摇头，不是宝物的事，唉，
事到如今，我便与你们实话实说吧。那个天龙界灵师，晚辈认识。什么？你认识那天龙界灵师？闻言，远古战族众人脸色大变，甚至许多人再度对楚风投去了警惕的目光，还有人悄悄地将手摸向了腰间的兵刃。倒是远古战族族长颇为冷静，他先是对远古战族众人使了一个眼色，让他们放下戒备，旋即才对楚风道：“楚风小友，你知道那人是谁？晚辈之前进入过一座遗迹，在遗迹内获得了一些好处，而那遗迹的主人正是那位天龙界灵师。只是他究竟是谁，晚辈并不知晓。可他毕竟对晚辈有恩，而且之前的接触，此人乃是正义之人。晚辈是这样想的，不如让晚辈出去与对他劝说一番，告诉他关于那猫妖的真相，看他能否将那猫妖交出来。”楚风说道：“他是想着，反正远古战族现在非他不可，他便借此机会让远古战族的人打开城门，他直接出去见见真龙大人和老猫，询问一下他们口中的具体经过。反正老猫不靠近黑色城墙，不吸收那宝藏的力量，没有太大危险。至于真龙大人，虽然结界之术很强，可有界善仙在，倒也不惧。若是他们两个真的是在说谎，楚风能全身而退，他们也无法进入黑色城墙之中。就算真的再攻来，楚风有那青铜鼎，也根本不惧。楚风小友，你大可不必冒此风险。既然此人与你有恩，他做的事我们可以既往不咎。只要那猫妖来了，你将猫妖收服即可。至于那界灵师要走要留，我们便不管了，你看如何？”远古战族族长问道。楚风公子，我父亲大人所言极是，你是好心，可谁知道那界灵师领不领情？你贸然去见他，太危险了。战茉莉也是说道。族长大人，我知道此事关系重大，可那前辈对晚辈的恩惠确实很大，我相信他的人品，也许他只是被那猫妖迷或欺骗了。楚风说道。楚风小友，你还是年轻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，在真正的利益面前，人心是非常可怕的。这样吧，他们迟早还会攻来，那个时候我打开城门，让你与他当面交谈，对他进行劝说。倘若他依旧站在猫妖那一边，我起码还能借助先祖留下的阵法之力护住你。但若是如此，你也便不要心软，直接灭了那猫妖。事后我也需将那天龙界灵师一同斩杀。远古战族族长说道。行。楚风点头应下，毕竟他只是想询问经过，若能当面对质反而更好。于是楚风说道：“其实那猫妖晚辈也认识。”啊！远古战族刚放下的戒备再度提了起来。